小叔叔，求求你帮帮我！就问你，你还能嫁给他吗？求求你！这可是你说的。悠悠，今晚的香槟不错，尝尝。不知羞耻的女人！哼，你真以为你配得上我们家千羽吗？连老爷子的生日宴都要主动送上门来道歉。你，哎，悠悠，我妈她不是故意的，她也就是心疼我，你让她说两句，这事也就过去了。而且，你总不能跟长辈计较吧？啊，你识趣点，像你这样的身份，能嫁进我们公家，哼，是你几世修来的福气。你干什么你？龚千羽，你给我听好，这福气我不要。从今往后，你和你妈都别拿这门娃娃亲说事，我不稀罕。妈的，生气什么？天天装正经，以为老子舔着你过日子吗？嘿！哎呀，好了，这种没家教的女人，以后离远一点。是，母亲，平时连手都不给牵，等到妖性发作，恐怕这死女人见到男人就扑，到时候看她还能传什么。小叔，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千羽欺负你了？多谢小叔关心，我该回去了。我送你。恭喜！那不是千羽先生的未婚妻吗？叔叔抱着侄子的对象回房，程小姐还衣衫不整，老天，公家要出大事了！小叔叔，求求你帮帮我！这可是你说的。天哪，我怎么能跟龚千羽的小叔，而且我还那么主动？他能算得上我长辈了吧？程又仪啊，程又仪，酒量差就不要喝酒啊！闷着自己做什么？小叔，昨天晚上麻烦你了，我多谢你的款待，我先走了。款待？是指车里吗？不是，你误会了，是我现在都还没回去，
我爷爷他该担心我了。你放心，我会保密的，一切都当没发生过。我知道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是不会计较的，也绝对不会赖在你身上。如果是我想计较的，哎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应该也没吃亏吧？要不算了。算了？怎么算啊？在车上，可是你哭着求我给你的。那你想怎么解决？听说你想退婚，不想嫁给我那个侄子了。我可以帮你。怎么办啊？你不想当他的妻子，那小婶婶怎么样？小叔，我不嫁给他，但不代表我就可以嫁。你可以考虑，不必着急做决定。这男人疯了吧？虽然当宫千羽的小婶婶听起来很爽没错，但是都差辈分了呀。不用了，退婚的事情我可以自己解决，我就不麻烦你了。新衣服在更衣室。谢谢。小姐，你终于回来了。昨天晚上，夫人、先生、老爷都快急坏了。您留宿在宫家也不说一声，还好他们打电话过来了。什么？顾明要是说了昨天的事，我不死定了吗？我先回房间了。哦，好。他应该不会说出去的吧？他应该不是那种告状的人。但是，万一呢？算了，不想了，我好困呢，先睡一会儿。龚总，上次的项目多亏了你了，今天可得留下来吃个饭。龚总，龚明，他怎么突然来家里了？龚总今天能来程家，真是让程家蓬荜生辉呀！是啊，上次的项目多亏了龚总，今天啊，务必留下来吃个饭。这是昨晚程小姐落下的。哎，你看这孩子，从小就粗心大意，多谢龚总啊。龚家还是很重视这婚约的，幸好这亲事定得早，不然如今我们程家不可能高攀得上啊。都是小事。去把佑佑叫下来吧。好。佑佑，佑佑，起床了。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啊？宫家小叔亲自来登门拜访了，你得好好表现，讨好的。妈知道你不愿意嫁，可是你嫁过去，你弟弟以后的路会顺畅很多的。如果让宫家小叔不高兴，会连累整个程家的。
帮程家，帮弟弟，可我呢？我就要像傀儡一样，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一举一动都为了程家的面子和地位着想。我知道了。乖，走，快起来啦！又有来了。小叔好。程小姐，又见面了。是啊。程小姐的手还是这么凉。小叔，我突然想起来小白还没喂，我先去一下。哎呀，这孩子呀，从小就不懂事儿，赶快让阿香备菜啊！哎，是。小白，你说他是不是很无耻啊？哪有人占了便宜还威胁上门的？你刚刚都没看到，他握着我的手不放，他还说那些话，就好像生怕爷爷还有爸爸妈妈他们不会怀疑我们一样。小白，可是我不想嫁，没有人会听我的。嫁给我，你的问题我来解决。我门都已经锁了，你是怎么进来的？锁上就进不来了。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没有退婚呢，名义上我还是你的侄媳妇，你可不要乱来。你要是乱来的话，我就什么？我就告你欺负我。哼，我怎么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说不出来吗？需要我重复一遍，让你加深一下印象吗？你究竟想要干嘛？想要你。可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说过，你不必急着做决定。我对你根本就不熟悉，更何况你那么老，我们之间会有代沟的。我老？你比我大10岁，我还在上大学，我还有梦想。昨天晚上的事情就是一个意外，我们两个都洒脱一点不好吗？算我拜托了。又有这死丫头太任性，也不知道多懒。给我躲起来！都跟她说了，公家人不能带。这孩子现在太任性，都让你惯坏了。你放手！我爸妈还在外面呢。吻我，我就放手。我怎么听见卧室里有动静啊？是不是在里面？你爸妈要进来了。不行！悠悠，你在里面吗？悠悠，在里边吗？吻我。你怎么不说话呀？还是我说句话，让他们现在就你不说话，爸妈就进来了。悠悠，不行！你怎么不说话呀？那要怎么办？悠悠，你不说话，爸妈就进来了。好了，够了吧？
已经答应我了。把自己藏好。公总，您这是？他怎么会在佑佑房间里？这两家都快订婚了，宫千羽可是他侄子，不避嫌了。佑佑在吗？哦，他不在。是我误闯闺房了，抱歉。啊，那没事儿，那您先去客厅坐，咱们两家人再聊会儿。好。龚总，饭后来点茶。好。哎，悠悠，你干什么去啊？家里还有客人呢。来来来，坐。坐。我，快来呀！爷爷跟你说话呢。老爷子，我们家老爷子让我邀请你去家里做客。程总，我们后面有3个项目，一个房地产，还有2个珠宝项目。到时候我会让文清去把项目书发给你。感谢龚总，希望我们宫城两家能达成商业上的合作。比晚间新闻还无聊。哦，对了，我名下新开了一个温泉度假酒店，找个时间下周吧，邀请你们一家去做客，怎么样？意下如何？啊，既然佑佑都点头了，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啊，什么？什么？你公明叔叔邀请咱们家下礼拜去他新开的温泉度假酒店，你刚不都同意了吗？我的是同意吗？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到时我会派车来接你们。啊，我还有事，先走了。好的，龚龚总。那您慢点。哎，佑佑，你快去送送你小叔啊！妈，我就不送了。快听话啊，去吧。哎，快去，快去！让你欺负我，吃饭噎死你，喝水凉死你，大坏蛋，大坏蛋，大坏蛋！路都不会走了。你故意的吧？你干什么？虽然我一直尊重你是长辈，但你也不能一直得寸进尺吧？你要是再惹我的话，我就……怎么样？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放开我！公明，你干什么？这个王八蛋！在这怎么样？公家的车，奇怪，这也不像宫千羽的呀。哦，想起来了，这是宫家小叔的。宫明怎么会？哎，我操！啊！舍不得吗？
我弟在外面。公明不是已经走了吗？算了，回去问问姐夫，他肯定知道。走了。我先回去了。回去记得想我。这么晚了才回家，跑去哪儿了？外面那辆车该不会是什么高富帅男同学送你回家的吧？站住！你要是不告诉我，我就把照片发给姐夫了，看他怎么收拾你。哎，陈佑航，你小声点行不行？那个是公家的小叔，他今晚是来做客的。公家小叔和你啊？程友仪啊，你是不是太自信了？他凭什么能看上你啊？我看你就是心中有鬼，才想着退婚。我退婚才不是因为心里有鬼呢。瞒着姐夫勾引男同学，我看你就是想毁了程家，毁了我。你闹什么呢？爸，上去睡觉去。哦，爸，悠悠，今年不小了吧？19了，是该收收心，为这个家考虑考虑了。和公家联姻，百利无一害，更何况公老爷子和你爷爷那是老战友，你真的不能再任性了。龚先生，事情办好了，清北学院正式邀请您为特邀教授，程小姐也马上要回学院了。程家那边呢？如你所料，程小姐的家人知道她要退婚后，反应都很大。至于程佑恒先生、程老爷子，他们都很配合，在退婚这件事上火上浇油。程小姐不久应该就会亲自来找您帮忙。千羽少爷在暗夜那边点了好几个小姐服务，估计啊正醉生梦死呢。相信程小姐很快就能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你下去吧。是。等了3年，这次我一定紧紧抓住你。你巴结上其他靠山了？这么高级的限量版，那人很有钱吧？你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还不让老子碰！老子以为你多蠢呢，原来早被人玩过。我告诉你，这婚你别想退。一瞬间，全世界的人都在反对我退婚，甚至连弟弟也。算了，明天还要回学校，先不想了。悠悠，你终于回来了，我想死你了。我也
也想你。我跟你说，你回来的刚刚好。什么？学校今天有特邀教授的讲座，他可是世界级的企业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据说他是为了他的未婚妻才回来的。而且你猜，他给学校捐了多少钱20万。20亿！我今天特别幸运，我抢到了票，你知道吗？悠悠，你跟我一起去吧。我对经济学不太感兴趣，我下午还是想去练琴。哎呀，悠悠，全世界最好的悠悠，你就跟我一起去嘛。好，我答应你。哎，那是谁啊？这是教授吗？这么帅啊！哇，好高好帅啊，好像电影明星啊！哎，可惜有未婚妻了。世界上竟然真有这么浪漫、多金、博学、绅士，还恋爱脑的人类存在。公明，他怎么阴魂不散？龚教授，请。我叫龚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商务、企业管理还有经济学的课程。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上课。怎么样？我没骗你吧？能听到这种极品老师的讲座，是不是很兴奋？陆运、空运、海运，所有的物流都逃不过这3个运输方式。悠悠，龚教授好像一直在看我们这边，你说他是不是在看我呀？好，下面这道题，我们要找个同学来说一下这3个之间的关系。想不到。这位同学怎么称呼？老师他叫程幼仪。那程同学，请你来讲一讲这3种物流之间的关系吧。我不会。下课来我办公室。老师的作用就是把你教会。程小姐，请。公明让你们来的，我不想去。程小姐，麻烦你配合一点，否则我也很难办。请。过来。不喜欢烟味儿，以后不抽了。你不用这样，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应该去问你的未婚妻。未婚妻？你是不明白谁才是我的未婚妻？我怎么知道？现在知道了。还给我！喂，悠悠，是我啊，你还在生我的气吗？上次是我不对。喂，悠悠，你在听吗？喂，在吗？你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了。你在忙什么？声音这么喘。
喂，告诉他，你这个不要脸的疯子！手疼不疼？你到底怎么才肯放过我？别哭。没消气的话，我让你多扇几下，我保证不多。我认输了，行吧？公明，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不要再对我说这些话，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你们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想要。我让人送你回去，有事给我打电话。万一想我的话，也给我打电话。悠悠，我什么都能帮你做到，唯独放手不行。悠悠，你公爷爷邀请咱们一家今晚过去吃饭，我跟你爸过去接你。你要是找借口，马上给我搬回家住。悠悠，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呢？我没事儿，你先走吧，我家里有点事儿。那我走了。三爷，您回来了。三弟来了。爸，坐吧。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子，今天把大家叫来聚一聚，是有件大喜事要说。爸，你说的没错，咱们一家人确实好久都没聚了。毕竟有些人啊，可真难请。这里有你插嘴的份儿吗？天天只知道闯祸，也敢在这里说风凉话。阿明啊，咱们家千羽虽然和程家订了婚约，但是日子呀，迟迟没有定下来。老爷，程家的人到了。亲家公、亲家母，来坐。又有到了呀。又有到了呀，爷爷呀，可想见你了。爷爷，哎，快坐。怎么样，学业忙吗？还好。大伯、二叔、小叔，好久不见。你认识我小叔？何止是认识？哎呀，你什么记性啊？你忘了人家上次生日宴才来过啊？啊，我忘了。好了，人已经到齐了，那咱们就开始吧。对，开始。来，来。哎呀，哦，对了，爸，我想起一件事儿啊，我一个朋友刚开了一家新的金店，里边有很多款式。待会儿我让大直带着他媳妇儿过去转转。行啊，我觉得挺好。爷爷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佑佑的。别胡闹。洪老，您看这日子，要不就定在这个月月末，如何？我三头，我也想早点把佑佑娶进门，以免啊他在外面受委屈。毕竟早点进门，也好让爷爷早点抱上重孙。各位长辈，
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不合适。各位长辈，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不合适。佑佑，情侣之间嘛，小打小闹很正常，是吧？今天是讨论婚期，不是给你闯祸的。坐下。对，来，我敬大家一杯。来，来，我别说了，你想把程家都葬送在你手里吗？我去个洗手间。我说过有事联系我，你只身入狼窝。如果我今天没来，我都不知道你们婚期都要定好了。你知道的，我不愿意。你不是很有办法吗？退婚的事你不是自己解决吗？怎么现在需要我了？瞒着我自己过来，我告诉过你，有事给我打电话。不相信我啊？想清楚，到底要不要做我的女人？你说我只身入狼窝，那我请问，公明，龚先生，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难道你就不是其中的一只狼？对，对，我跟我那混账侄子一样，我想要你做我的女人，我想跟你结婚，我想要你。但你不愿意的话，我可以等，我等你心甘情愿，我可以等一辈子。所有人都可以不相信我，但佑佑，我求你相信我，可以吗？你知不知道我嫁给你意味着什么？会有多大的舆论？我们两个都会被毁掉的。骂名，我一生背负的够多了，我不在乎。但我会护你周全，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所以，你还是在乎我的，对吗？悠悠，你可算回来了。千羽说了，现在要带你去逛街，给你买戒指。你们年轻人在一块儿要单独相处，好增进感情嘛，是不是？对，说的对，走吧。我的未婚妻。啊，对，你们去逛街吧，慢慢逛，不着急啊。千羽好像没有时间逛街吧？什么意思啊？我记得你与风狼酒店的几位小姐有一笔大单，这尾款好像还没有结清。他还是帮我了。这什么大单？小叔怎么会知道我去搞女人的事？要是都给我抖出来，我不是死定了？太过分了！做生意不结人家尾款，这是咱们龚家人的规矩吗？这会儿该去结清了。听说人家都要报警了。啊，好，
小叔，我马上就去结清，我先快去。亲家，让你见笑了。来，亲家，实在不好意思呀，孩子年纪还小，不懂生意事。你看，要不等千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之后，咱们再商议婚期吧。就算宫千羽做错了什么，他毕竟是你未婚夫呀，你怎么能当众想着要跟他退婚呢？太任性了！妈，别叫我妈，我都快被你气死！妈，那风狼酒店是什么样的地方，你不知道吗？所以，就算宫千羽他吃喝嫖赌、杀人放火，你们还是要我嫁，对吗？你们从始至终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悠悠，他处理好，肯定会给咱们程家一个交代。你呢，也要给他一个机会。我是不会嫁给他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嫁给宫家的小叔？宫明他也未婚，他比那个宫千羽要强100倍。你怎么能把主意打到他身上？你瞅瞅，你都说的这什么话啊！宫明是谁？是你的长辈，是你未婚夫的小叔。这话要传在外边，我们程家的脸往哪搁？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下贱东西呢？下贱？您说我下贱？好，那我走好吗？没有程家了，你以为你还是风风光光大小姐啊？你还有钱去上你的艺术课？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头，给我等待嫁人，别的门都没有。我再也不会抱有希望，再也不会靠程家活着。悠悠，混账东西，跑出去饿死外边吧！受了委屈，为什么不跟我说？我不想回家。去我那儿说，我来照顾你吧。公明是谁？是你的长辈，是你未婚夫的小叔。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下贱东西呢？我和公明今后是绝无可能了。不行，你喜欢我不是吗？你在担心什么？我都可以解决的。我长这么大，仔细想想，只有公明是真的关心我，维护我。你相信我好不好？悠悠，不要拒绝我。怎么了，悠悠？公明，放手吧。我做不到。放手吧，算我求你了，放手！不可能！公明，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你再这样纠缠下去，所有人都会知道的，这样会毁了你的。他们迟早会知道，他们也应该知道。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这有什么错啊？你不用对我说什么，我哭就是因为我觉得舍不得。我们一起努力了那么久，最后却还是败给你在骗我对不对？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能感觉到你在乎我，你再好好想想。我想过了，不可以。这世上比我好的人有很多，你不该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悠悠，离开，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顾敏，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句话，我也不像你们公家那些护士在那里你懂我的吧？长跑，我难道没办法看着双眼说那句话？你懂我的吧？你懂我的啊？哎，干嘛呀？你懂我？你这样喝不要命了？啊，起开！想回到你身旁。哎，你到底怎么回事？这小丫头不会把你给甩了吧？你没有老婆，你嫉妒。那小丫头真不要你了？滚开！少他妈咒我！操！看你是最糊涂了，你又不是20岁的小伙子了，你都快30了，还在这玩这些恋爱狗血剧啊！以你的条件，你要找什么样的女人没有？非得这个样子？出来喝酒也不叫我，真不仗义。来，劝劝他吧。这是有心事啊。哎，你看，哎，起开！哎，干嘛去啊？别呀，别哥呀哥，妹妹哥哥陪你喝一杯，喝一杯，别走嘛。陆宇航，找死啊！来，Welcome to the new world, never 我爱你 seen before. 我不爱你， Where the sound of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能感觉到你在乎我，你再好好想想。我想过了，不可以。 Welcome to the new world, feels like a dream. Then nothing's quite what it seems. 不是他，果然还是不可能。什么事？龚先生，那个直说。程小姐刚刚有来过庄园食堂，她说收拾一下上次落下的东西，这会儿已经走了。我感觉她情绪不太对，怕她出事，所以走了多久？刚走。悠悠，你一定要这样吗？微信都拉黑了，真够恶心。东西都收拾走了，是觉醒与我再无瓜葛了吗？
你这个化妆品不错呀，拜拜拜拜。我看看什么牌子的？哇，是龚教授哎，看起来像是来找人的。天哪，是于梦婉。龚教授，你找我啊？悠悠呢？啊，他说他有事出去一趟，让我帮他请个假。走了多久？好像有1节课的时间吧。不是呀，怎么又走了？查一下陈幼仪的行踪，傍晚之前我要得到她的消息。好的。龚先生，程小姐目前的位置是在江城区一家名为“有一家琴行”的店铺里面。您好，请问要什么帮助吗？我找程幼仪。您找陈老师有预约吗？他现在在授课，您在这稍等一会儿。老师？这丫头居然在这当老师，怎么没听她提起过？我也可以带您参观一下。啊，不用，我自己随便逛逛。预备，走！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我看看你们两个有没有好好唱啊？好，小朋友们，我们再来一次。先生，您到休息室稍等片刻，我一会儿让陈老师去找您，行吗？看我，与其在这里等着，担心他见到自己就跑，还不如去休息室来个守株待兔。陈老师，陈老师，有位先生找你，看样子是个大客户，估计啊是自己孩子想学钢琴，这单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大客户，他在休息室等你，你赶紧去啊，别怠慢了人家。你好，我是程幼仪。进。你好，请问您是？关机，拉黑。程老师做的真绝情，要逃就逃得远一点，还在京城，就不怕我哪天上门把你抓？你误会了，我没有要逃，我只是刚好在这里有课，所以……是吗？那关机拉黑算什么？把东西都拿走又算什么？本来就没有什么，我为什么要逃？而且我们昨天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以后不再见面了。程老师，我可没答应再不见面。既然不在乎，为什么怕见我？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程幼仪，你说的不算。总之就是这样，我要走了。你干什么？这里都是小孩，影响不好。怎么不好了？你疯了吧？不可以在这儿。是，我是疯了，我被你逼疯了。悠悠，告诉我，为什么不要我？为什么这么残忍？顾明，你冷静点好不好？这样下去你真的会被毁掉。毁掉？我不在乎。可是我在乎，我在乎。
悠悠，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在乎我？笑笑，你确定那个男的是来报课的吗？我怎么好像听见程老师在哭啊？应该不会啊，我看那男的长得一表人才的，不像是坏人。可是程老师长得这么漂亮，那个男的该不会是劫色吧？你别吓我了。快叫保安！保安，程老师遇袭了！打他！别打了！程老师怎么了？打他！别打了！快打他了！天哪，这不会是陈老师传说中的婚约对象吧？那个陈老师，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了。我也先走了。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先走了。操！好不容易和悠悠说上话，没事吧？悠悠，我疼。我帮你先处理一下伤口吧。好了，药也涂好了，我就先回学校了。啊，悠悠，我还疼呢，你今晚陪我好不好？悠悠，我还疼呢，今晚你陪我好不好？你别闹了，你还受着伤呢。那你陪不陪我嘛？好了，你这就是一点皮外伤，不用去医院的。不过你这2天还是要小心一点，消毒换药，别到时候破了相。我吃过午饭了，我就先回学校了。公明，你放开，别闹了！既然抓住你了，就没有放你离开的理由。放开，我要回学校了。公明，悠悠，我受伤了，我得你灌药才能好。你忍心每天看着我孤苦伶仃的疼着换药？你少来了！你那边那么多医生，随便一个都比我技术好。他们技术没你好。公明，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你应该比我理智的，难道你不懂这其中的利弊吗？小家伙，不愧是当老师，教育起我来了。你别开玩笑了，认真一点。我很认真，我当然想清了这其中的利弊。我的利，不就是你吗？可是我爸妈不会同意的，公爷爷也不会同意，整个公家，整个程家，不会有人同意的。你会被千夫所指，到时候你的名声会越来越难听的。难听？外面都说我是私生子，是野种，说我回公家是为了争夺财产，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垃圾，而公家还有2个巴不得我下台的哥哥，是这些吗？既然你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你就不怕你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东西被毁掉吗？程友谊，现在是21世纪了，谁规定小叔不可以娶未来之媳妇？再说了，你只是未婚妻。我跟你说不明白，我先回学校了。好，一切都听程老师的。联系这家琴行的老板，我要报悠悠的课程。啊，龚先生，您似乎超龄了。
无所谓，那就买下来。买琴行？宝贝，给老师说再见。再见，拜拜，回去记得练琴啊。慢走。好嘞。你爸要跳楼了！你真的要逼死你爸吗？他死了，我也不活了！至于吗？真的至于吗？闹成这样，闹得支离破碎，就为了让我嫁给宫千羽。可我还能怎么办？我好累，我真的好累。既然前世9年是程家养的，那我就彻底还钱，今后两不相欠。我嫁。什么急事？我爸昨天晚上用跳楼的戏码来逼迫我姐嫁给宫千羽啊！你姐同意了？我爸都用跳楼威胁她了，你说我姐有什么办法呀？而且我更害怕我姐最后做出什么傻事儿。姐夫，你一定要救救她呀！我做梦都想绑在手心里的人，居然受了这么大委屈。放心，有我在，我看谁敢逼他。妈，怎么了？悠悠啊，今天是周末，千羽约咱们去泡温泉，就是宫家新开的那个温泉山庄。下午我跟你爸去接你啊。悠悠，悠悠，你听话一点啊！你爸他好了吗？别再说了，我去就是了。宫先生，程家早早就出发去温泉山庄了，刚刚去程家接人的车直接回来了。用我的资源做人情，还用我的女人，宫千羽，你怎么敢的呀？宫长，今晚到底能不能把你那未婚妻拿下呀？对呀，上次说给我们玩也没玩到。放心吧，我未婚妻那个家里那对老不死的，他们答应了，要亲自送到我的床上。他们答应了，要亲自送到我的床上。千羽啊，哎，千羽，叔叔，阿姨，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啊！真是年轻有为啊，开这么大一个温泉酒店。哪里啊？像千羽这么有本事的男孩子，我们悠悠跟他在一起啊，有福气呢。咱们啊去吃个饭，晚上呢一起泡个温泉。悠悠，可以吗？那叔叔阿姨，里边请，走。哎呀，千羽真是用心啊，点这么多都是悠悠爱吃的呢。哪里？这些啊都是应该的。这结了婚以后啊，千羽一定是一个贴心的好老公。来，喝一个，来，来。
对了，千羽，你不是说你要先去安排下午的温泉活动吗？那你先去，我一会儿再约你过来。好啊，那我就先去准备一下。好嘞，你们这好。即将到手，一会儿直播，女主角身材火爆。悠悠，妈，你们先休息吧，我自己一个人随便逛逛，下午泡温泉就不用等了。你等会儿，别以为你那点小心思我不知道啊！你就是想趁着我和你妈不注意，你偷偷溜了是不是？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我真的只是累了，想一个人静一静。您放心，我是不会跑的。孩子好不容易答应来了，要不你先去，我劝劝他，我了解他的性子，肯定能成。你倒是替他把话都说了，这好人都让你当了。悠悠，咱来都来了，你陪妈妈今天安安心心的在这儿待着，明天你想去哪儿散心都行，好吗？好，我知道了，我配合就是了。快，那妈妈先去上个洗手间，很快就回来啊。悠悠，你别怪妈妈，公司资金周转不灵，龚千羽又答应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妈妈也是迫不得已。悠悠啊，妈妈正好看到你最喜欢喝的椰汁，来，谢谢妈。好喝，好了妈，我们走吧。哎，等等，这药现在还没起效。悠悠，妈知道让你受委屈了，你一定心里有10000个不乐意，但是你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妈心里都明白。咱们家现在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你也知道，要不然妈也不能让你受这个委屈啊！你是妈亲生的，妈不舍得，你明白吗？你是妈亲生的，妈不舍得，你明白吗？悠悠，妈，悠悠，妈给你道歉，对不起。妈，你干什么？一切都是因为妈妈无能。如果你知道妈妈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情，你能不能原谅妈妈？你先起来。你如果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我原谅你，你起来，先起来。千羽，我把悠悠送到地方了。阿姨，你确定悠悠把药吃下去了？你放心吧，我亲自下的，他把1整瓶都喝了，肯定能吃。太好了，阿姨。哎，你放心，我一定会让我爸给你们投资金的。将来龚家的继承人也一定是我。悠悠跟着我这个正牌长孙，不会出错的。
好女婿，辛苦你了，你快去找佑佑吧。好嘞。这贱女人3番5次拒绝我，现在还不是要乖乖躺下受我玩弄？好热呀，好奇怪。求求你，帮帮我！救了你，你还能嫁给他？怎么和那天感觉一模一样？顾明在哪儿？我怎么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我就是进来看看。穿的这么少啊，是来勾引我的吗？啊？你想干什么？你赶紧给我出去，不然我就叫我爸妈来了！滚出去啊！叫啊！叫的越大声，我越喜欢。这里可没有人来救你，而且就是你爸妈把你亲手送到我的床上。佑佑啊，妈妈正好看到你最喜欢喝的椰汁，来，谢谢妈。好喝。就算他们来了，也是助我一臂之力，懂吗？不可能，我爸妈他们不会这么对我的。再说了，你呢，是我未婚妻，就算没有他们，我玩你有什么错啊？放开我！叫我，叫的越大声，我越喜欢。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上次也是你对不对？你这个畜生！没错，就是老子给你下的药，这回是上回的3倍啊！你最好给我乖乖的配合，否则你会难受死的，明白吗？放开我！你给我过来！龚先生，我们要直接破门吗？小叔，小叔，小叔，你来救我了，小叔！这个贱女人就要杀我！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小叔！先把这个垃圾给我扔出去，去外面动手，别吓着他。对，先把这个垃圾弄出去。这个贱女人实在太嚣张了。谁？再说一遍。我说这个贱人把心思都动到我的女人身上了是吧？这贱女人竟然真的勾搭上我小叔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不，小叔，你这是在开玩笑的是吧？这种货色你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种，肉，可在你父亲的面子上，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个全尸。你干什么？我可是你老板的侄儿，你干什么？我可是你老板的侄儿。悠悠，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你别碰我！悠悠，我是公明啊。悠悠，委屈就哭出来好不好？
我不会放过他的。是我。对不起啊，不该让你经历这些的，是我的错。顾明，我很难受，我以为我刚刚要死在这了，我好害怕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顾明，我难受，你帮帮我吧。悠悠，别急，等会就不难受了。帮帮我。乖，别急。怎么办？小叔叔，悠悠可以喊你小叔叔吗？上次喊你，你就凶我。可以，悠悠怎么喊都可以。悠悠，悠悠，悠悠。怎么办？我解不开。悠悠，先放手，交给我。我带你去洗澡，洗个澡就不难受了，好吧？我不要，我不要洗澡，我现在就要你。悠悠，你要谁？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你后悔了是不是？你不要我了？你后悔了？你是不是不喜欢悠悠了？你，悠悠，我要你，我当然要你。我爱你，悠悠。It's been a while since I actually cared in my head like the old days. But suddenly it came like a flight to make me go. You got me floating through the air like I've never done before. Cause you're the fresh air I'm breathing, without it suffocating slow. And darling, won't you stay? 悠悠，叫老公。Darling, won't you stay? 老公 Darling, won't you stay right here? All the words you say got me blown away, and it got me tripping on the stars. Mona Lisa, piece of art. 别怕，我不会让你经历这种事情了。顾明，快救我！我在呢，悠悠，别怕。龚先生，程小姐的父母报警了，说有人拐走他们的女儿。
悠悠，老公去处理点事，很快回来。老公？谁老公？我爱悠悠，你也爱我对吗？悠悠，叫老公。我怎么会？他提醒我，好羞耻。程小姐，你可算接电话了，10万火急，你赶紧下楼，我在这里等你。龚先生出事了。程小姐，打扰您休息了。龚明天到底怎么了？你快告诉我。龚先生被叫去警局问话，您的父母报案说有人拐走了您，现在竟然还说什么涉及强奸，恐怕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什么？龚明他们明明救了我，他们怎么能倒打一耙呢？程小姐，麻烦您去作证了。不过那样的话，您的父母……你放心，我是不会让龚明受冤的。至于我的父母，他们做错了什么，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相信警察都会调查清楚。程小姐，你也别太难过。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父母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龚明不止一次救了我，现在为了我还要受牢狱之灾。哎，你好，请问有没有一位叫龚明的先生？我是来保释他的。公明好像已经走了。走了？走去哪儿了？这我就不清楚了。走了？他该不会进监狱了吧？怎么办呀？文清，文清，你带我去找他好不好？我去给他作证，他不能有事的。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带我去找他吧，我真的很担心他。龚先生，你说的我都听见了。我只是……不用解释。我都明白。走，回家。龚明现在会不会觉得我是个麻烦精？我还连累他被警局问话。走吧。那个，我能不能回学校去住？昨晚还缠着我的腰不放，叫老公，现在就想撇清关系了？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我怕我给你惹麻烦。怎样才算给我惹麻烦呢？就像昨晚那样，还有上次在车里。老公不就是用来麻烦的吗？老公？昨晚你自己喊的，这就忘了？可是那是因为我……昨晚还说爱老公、亲亲老公。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所以你都记得对不对？悠悠，昨晚你说爱我，对吗？
公明，你别这样。经过昨晚，我是不可能放开你的。悠悠，你什么时候嫁给我？我爸妈他们那样对你，而且你年纪也不小了，但我还在上大学。我等得起。如果你害怕，我们可以慢慢来，好吗？但是你要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我怕我会拖累你，万一我爸妈他们要是做出更加伤害你的事情怎么办？我还挺享受你的拖累的，享受你的依赖，享受你乖乖躲在我怀里，让我保护。如果这一切不会存在，回到原先那样，我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公明，你不要对我这么好。跟我在一起，让我保护你，好吗？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你要不要我？我只问这最后一次。如果你拒绝，我就不再纠缠你了。没关系的，我没事。反正这么多年都是我一个人，也早就习惯了。你不用勉强自己做决定的。真的，我真的没关系的。你别难过，就算我真的坐牢了，受欺负了，那也是我的事。你不用有心理负担的。我要你。那你愿意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吗？我愿意，但是你能不能先答应我，我们两个先不公开，毕竟我和宫千羽明明是还没有退婚。好，我答应你。怎么了？苦着个脸。我爸妈打了好多电话，发了好多短信。不想接就不接呗，我来处理就好。我是不是一直在给你添麻烦？你不要这么小心翼翼的，你不用害怕，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告诉我。你不会是麻烦，你只会是我的宝宝，知道吗？有什么要求都能提，真的？当然了。那能不能不那个？首先呢，你是你自己，之后才是我老婆，我当然会尊重你。嗯。你去休息吧，我接个电话。嗯。喂，龚先生，龚家似乎听说了什么，他们来要人了，您看要不要放？让他们来跟我要。混账东西，你死哪去了？我和你妈都安排好了，你居然跟个野男人跑了，你还敢不接电话？那个野男人到底是谁？是我。你谁呀？我女儿呢？
悠悠在洗澡，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找我。你个畜生！我找你干什么？那可是我女儿，关你屁！喂，喂！你刚刚在说什么？没什么，先睡觉。什么事呢？都没有我们佑佑休息好重要。来。喂，龚先生，龚老爷子今天来了3趟了，都说要见您。我按您的意思，让他去找您要人，结果，直接说。龚老爷子一时气血攻心，被送进了医院。大爷和二爷也吵着要见您，骂得很难听。好，我马上去处理。父亲，坐。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我听说你把千羽关起来了。是。为什么？不管怎么说，千羽他也是你侄子呀。难道真像外边传言的那样？你怕他威胁到你？父亲，你应该知道，这个掌权人的身份，从来都不是公家赐予我的。我知道，可是千羽马上要和程又仪结婚了，你这么做，我们怎么和程家交代呀？我去交代，可以放他，但不是现在。三弟，你把我们千羽关起来算怎么回事？这本来就是家务事。但你要是执意不放人的话，那我就报警了。大嫂报警是打算抓谁？当然是抓你这个罪魁祸首。够了！够了！我欢迎你们报警，替我省事。到时看看是抓我，还是抓他。爸！顾明呢？悠悠，你又有表演机会了，是新开的酒吧，而且奖金丰厚，还不用露脸，用你的艺名就行。好，今晚几点？清北学院1年的学费不便宜，我还是得靠自己。可是公明会同意我去酒吧演出吗？我是不是得编个理由啊？喂，您老人家还记得之前答应我的大事吧？今晚我酒吧开业。不记得我没空。哎呀，不是啊，龚三爷，你这也太玩赖了吧！我要回家抱老婆。好，行了，你不来是吧？我把你小时候穿开裆裤的照片发给嫂子。你他妈敢发，我弄死你信吗？晚上8点，夜色见。
嘿，还是这招管用。哎，喂，悠悠，我今天晚上有点事，申请晚点回家。哦，好，你去吧，你去吧，不用管我。拜拜。拜拜。太好了，这下连理由都不用想。今天据说开场舞啊，是个小美人哦。那我得好好看看。你在干嘛？看看，你瞅这人，出来玩还冷着个脸，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妻管严了？跟你这种没有老婆的人说不通，懂吗？洗手间在哪儿？在那边。这边装修差点，还行吧。是啊。小妹妹，给个面子，陪我跳个舞呗。我不会跳舞。是吗？你这身装扮，说实话我可不信。你这么可爱，就陪我跳一支呗。哎，跳一个呗！你不跳晚上我会失眠的。哎，跳一个嘛！不会，我你就陪我跳一个嘛！你放开我！跳一个嘛，就跳一支舞。我不会跳舞。我不会跳舞，就跳一个啊！就跳一个，放开我！就跳一支舞，就跳一支舞。放开我！操！你打老子！那是你嫂子。嫂子。光明，化妆了，来玩的。嫂子，您瞧我远远不识泰山，刚才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实在对不起。要不我请嫂子喝酒？对，喝酒。跟我出来。这搞的。你走慢点儿，慢一点儿，我跟不上了，你弄疼我了。进去。程又仪，撒娇也没用了。哼。看着我。大。我说看着我。对不起，我不是要凶你，但是这么冷的天，你就穿这些啊？你凶我？我不是要凶你。你就是凶我，你还说我。好了，好，好了，我错了。那我问你啊，你这脸画成这样给谁看啊？怎么从来都没有给老公看过？哼，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怎样？我是陪默默来表演的，她来演出。跟我说实话。什么实话？是不是男同学邀请你来玩？老实交代。当然不是了。确定？不然呢？既然你不相信我，那你自己去查好了。反正我说了你也不相信。行。你说你跟女同学来玩的，那他人呢？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你管我也就算了，你现在管天管地，还要关系别人来了。不能管你啊！你是我老婆，我不管你管谁啊？那个场合，
万一刚刚那个人不是陆宇航，万一我不在，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好了好了，是老公错了。老公错了，以后再也不会了。你放开我！你别碰我！我是太担心你了，不是故意的。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碰我！啊，好了好了好了。喂，妈妈。我错了，原谅我好不好？别碰我！喂，妈妈。宝贝，你怎么了？怎么听起来像哭了？我没有。跟家里吵架了吗？还是和龚教授吵架了？才没有呢！我干嘛要跟臭男人吵架？我刚去了一趟卫生间，你就不见了，我还担心你出事。我没事，你放心吧。那我挂了。你看吧，我都说了我是陪梦梦来的，你都不相信我说的话。好，我信。我错了，可是你脸画成这样，我都没看过，他们怎么能看？所有人都在惦记你，我都要疯了。我不喜欢别人惦记我的东西。悠悠，你哄哄我。怎么哄？你亲我一口就哄好了。悠悠，你真的喜欢我吗？我总感觉像在做梦一样。先回家吧。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不然我没安全感。你自己感觉不到吗？爱你爱你，我们先回家吧。阿明他从来不睡懒觉，怎么这个点还没起？是不是生病了？没有，辛苦你再等一会儿啊！阿福啊，阿明他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我跟你说，最近他总是神出鬼没的，老宅子好久都没去了。上回老爷子生病，就过去看了一眼，人就走了。龚先生是谈了，可是和您儿子未婚妻谈了呀，这我怎么敢说呀？别动手动脚，都怪你。三弟，你醒了？少爷，阿福，大哥来了，怎么不通报一声？通报了我就得滚回乡下了。是，没事没事没事，我也刚到啊。算了，要是问起来，我就说是来找公明问问题的。反正他也算清北的正牌教授，公婆婆应该不会怀疑吧？这位小姐是？程小姐啊，你这是？公伯伯，其实我……哎呀，我知道了，这个佑佑肯定是来替千羽求情的，对不对？阿明啊，你看这佑佑刚才应该也跟你说了不少了，我是没想到人佑佑
比我来的还早。大哥想要我怎么办？行，那我就不绕圈子了。你看大哥，我都今天亲自上门问你要人了，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把千羽那小子给放了？大哥，这件事情我跟父亲谈过，相信父亲也跟你说的很明白了。阿明啊，这一家人非得闹成这样吗？你该不会是害怕千羽他会威胁到你吧？你是了解我的，如果不是出于底线，我是不会做出这件事情。你们要报警，我也不介意。不过到那时，千羽就要真的进去蹲几年。那你倒告诉我，千羽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得罪你了？你得告诉我们呀，要不然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接受啊？真想知道，恐怕你们接受不了。你说，我倒是要听听我这个三弟能说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话。那你可要挺住，我洗耳恭听。赶紧说呀！行，你听好。顾明，你答应了我不公开的。我的好侄子龚千羽，也就是你的儿子，竟敢对我的女人下药。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就不是强奸未遂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说这笔账我要怎么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千羽他虽然是生性贪玩，但他就是个老实孩子，胆小得很。再说了，他对佑佑一片情深的，他怎么能做出对不起佑佑的事儿啊？是不是？况且就算你谈女朋友了，年龄也比他大太多了，他怎么能对长辈做出什么不恭敬的事儿啊？长辈，小婶婶好像的确也算长辈啊。大哥，虽然您是千羽的父亲，但恐怕您不太了解你这个儿子，不如找个时间查一查。我这个做叔叔的已经不想替他擦屁股了。佑佑，你是了解千羽是不是？咱们可是一家人，你快替千羽给你小叔求求情。你该不会因为你小叔叔说了几句话，你就真以为千羽做了什么错事吧？不可能。龚千羽他到底做没做，还是等他亲口告诉你。反正我现在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的。像千羽这么有本事的男孩子呀，我们佑佑跟他在一起呀，有福气呢。毕竟你们不都认为龚千羽是好孩子吗？只有我不懂事，不珍惜。大哥，佑佑还有课题上的问题要跟我探讨。我就先走了。您自便吧。好。走。干什么？他可能还没走呢。佑佑，你不想公开我们的关系，至少要给我点好处吧？刚才他们说你们是一家人，我还不能反驳。你想一想，我受多大委屈啊！那怎么办？你不是哄过我吗？再哄我一次好吧？我不要，龚伯伯还没走呢。全世界都一直认为你跟龚千羽是一对，我都忍出内伤来了，心好痛啊！那好吧，就一下下。老婆，该说的我都说了，但三弟他是油盐不进呐。而且吧，我觉得千羽啊，真有啥把柄落到人手上了。你疯了你！龚明，快锁门！搞什么？奇怪。龚明，你简直和地痞流氓没区别！你怎么能这样呢？对不起，我没忍住，要不你罚我吧？怎么罚？再咬一口。混蛋！我要回学校去住。
哎，别啊，老婆，对不起，我再不这样了，你别走嘛。不行，而且我马上要回学校参加考试了。真的要走？那要不我陪你去吧？不用，有梦梦陪我呢。你呢，就独守空房吧，这样才算惩罚。悠悠，哎，悠悠，你梦梦，你先去隔壁等我吧，我一会儿来找你。好。长能耐了，敢夜不归宿，敢找男朋友了。什么男朋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打你电话都是这男的接的，还在这嘴硬呢。我已经成年了，我有自己决定事情的权利。做决定是吧？来，证据在这儿呢，告诉我这男的是谁。给你打了那么多个电话，你一个都不接，你还能让这个男人来威胁我和你爸？你是不是想气死我们呀？你们跟踪我，上次下药还不够，现在还要派人来跟踪我，我也是没办法，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这样就是为我好吗？真替我自己悲哀。好，上次的事情如果你不高兴，我可以跟你道歉，但是你现在绝对不允许再和这个男人来往，我拒绝。这不关你们的事。行了，不用跟他解释，带回去锁到屋里头，让他自己好好反省。走。我不走，我明天还要考试呢。走，快点！不能这样，这学不上也罢。程家养了你19年，你现在要跟这个男人走，我们要你有什么用？妈，你就是这样想我的。对，我们就是这么想的。还给我，这是我的隐私，你不能看。还隐私？你身上流的程家的血，没有程家哪来的你？你们凭什么替我做主？凭什么？悠悠，你懂点事儿好不好？父母能害你吗？悠悠，老公去接你好不好？我可以帮你复习，保证不再打扰你。我们不合适，分手吧。你看看你都发了些什么？发了些什么？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贱种呢？还没结婚，趴在人床上还喊人家老公。悠悠，妈妈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怎么能这么不知廉耻呢？走，回家。我不会。我们不合适，分手吧。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悠悠，都是我不对，你打我骂我都行，不要说分手好不好？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你在哪？我去找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出来。如果想不通，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爸！我这19年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一具傀儡而已。
么办？公明找不到我，一定会急疯的。妈，怎么回事啊？我姐回来了。哎，别去惹你爸不高兴，快去睡觉。为什么呀？是不是我姐回来了？没有的事儿，你姐在学校呢，大人的事少管，快睡觉去。姐，你在吗？我是佑航。是我佑航，你快帮我把门打开。姐，这门被上锁了，我没有钥匙，你坚持一下，我去找姐夫，让他来救你姐。如果是那个人的话就不用了，我是不会嫁给他的。姐，你误会了，不是龚千羽，是龚明。你都知道了。哎，姐，你放心，我从头到尾都跟你是一伙的，放心吧，姐。吴先生，没什么大碍，您多注意休息，有什么需要您再吩咐我。好。龚先生，怎么样？程小姐昨晚是被她的父母给带走的，回到程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我们的人在外面盯了很久，本来可以带着兄弟们进去，直接把人给抢出来，可您吩咐过，这里不是帝国，不能任性妄为。我亲自去接他回家。好。哎，姐夫，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快救救我姐吧，她被关了一夜了。走，我告诉你，谁也不许再给她送饭。小点声，孩子听到了肯定伤心，更不吃。他爱吃不吃，不吃就给我饿着。敢跑去跟别的男人同居，这不是让程家蒙羞吗？要让我见到那个男的，我非扒了他的皮不行。程总这是要扒了谁的皮？程总这是要扒了谁的皮？龚总啊，这怎么一大早有空光临寒舍？对啊，龚总，来，坐。刚刚好像听到程总像是在教训谁啊？啊，训2个不懂事的下人，没什么大事。对，我已经打发走了。坐吧，来。客厅，趴下，窗外有枪。悠悠在说什么？那你没看到吗？快跑！枪死了的，王死了。怎么回事？这是？快点啊！快点啊！悠悠，没事吧？哎呀，快点啊！笨蛋，死了！我要死了！悠悠，你这混账孩子！哎，孩子打游戏，没必要上手。你呢？龚总，让您见笑了。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啊！我让你好好反省，你在这跟我玩上游戏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让我们这么操心呀？其实我今天过来是家访的，听说程同学电话不接，考试也没去，我亲眼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家访？龚总，您都这身价了，还在学校教书呢？怎么，不行吗？当然可以了。是这样的，他呢说他昨天身体不舒服，所以我和他妈才去学校把他接回来，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这没想到今天就活蹦乱跳，弄了半天是为了逃避考试啊。是啊，你看这孩子都让我们给宠坏了。程同学不舒服吗？我没生病，好得很。你看我还能玩游戏呢。小孩子脾气，别胡闹。
生病了就该在家好好休息，你不能逞强。你这孩子一天就想着玩玩玩。你觉得呢？可以回去考试了吗？当然了，而且现在就得走，要不然来不及了。好，程总，你也听到了。哎呀，弄了半天是这孩子闹出来的误会啊！是，你说这孩子为了逃避考试，他居然敢诓骗我。不用解释了，也希望程总今后不要耽误自己女儿学习。当然，还有，私人囚禁是犯法的，就算是亲生父母也是一样的。他是公家的人，伤了他，公家绝对不会同意。龚总，严重了吧？我的手机。瞧我这脑子，都忘了。这可怎么办呀？万一要让公家老爷子知道了，会不会对我们程家不利啊？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能翻起什么大浪？公家迟早是千羽的，等佑佑嫁过去，这私生子也就该下台了。顾明，别急。你叫我什么？老公。佑佑会跟老公分手吗？告诉我。那些短信不是我发的。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害怕吗？我以为……你怎么受伤了？疼不疼？不疼，把你找回来就不疼了。等等，怎么了？我生了气，好像提前了。啊！我去下洗手间啊！佑佑，佑佑，佑佑，你怎么样了？很难受吗？公明，我在呢。你这里有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卫生巾啊？啊？我没听清，你大点声。你这有没有卫生巾？没事儿，佑佑，你先洗个澡，我现在去买，马上回来。先生，您需要哪款？我可以帮您介绍一下。就是给我女朋友买的。您需要什么牌子？是日用的还是夜用的？是卫生巾还是卫生棉条？先生，您看，日用的话，这款就不错。加长的防侧漏，特别好用。夜用的话，这款也不错，吸收功能特别好。或者你可以选择安心裤。什么是安心裤？算了，把这些全部包起来吧。全要了？送到我家，刷卡吧，我赶时间。有钱人已经这么疯狂了吗？包鱼塘，包衣服，现在流行包卫生巾呢。好，先生。你怎么了？这里面没有你满意的，要不我让人把另外一个超市的都买下。哎呀，别，这都够多的了，这些量我1年也用不完啊，这也太夸张了吧？很夸张吗？还好吧。
拿着，我先去换。要我帮你吗？不用。悠悠，过来。来，给。我问过医生了，说喝点热的红糖水会好一点。谢谢。谢什么？这都是老公应该做的，不准说谢谢。因为你对我好，所以谢谢。这就算是好了。傻悠悠，你配得上比这多1000倍、10000倍的好。在我面前，你可以更任性一点。可是，我妈妈不是这样说的。他们是怎么说的？她说，没有谁应该对我好，他们的付出都要得到回报，不然就没有生我的意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别听他们瞎说，那些都不重要。我下午想回学校，但是我怕。我派人保护你，不用担心之前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那你下午？我还有件事没有处理完，是时候去见一见我那个侄子了。你们赶紧把我放出来！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龚天宇，是龚家唯一的继承人。你们竟敢关我！龚明，你个狗杂碎，你不得好死！你们竟然敢这么对本少爷！我让我爷爷剥了你们的皮！爹，放开我！小叔，小叔，小叔，你赶紧把我放开！我可是你侄子，你不能这么对我，小叔，你把我放了吧！小叔，你不会想杀了我吧？不，小叔，你不可以这么做啊！我可是龚家唯一的长子，你要是这么做，爷爷和父亲不会同意的。是吗？要是他们知道你做的那些龌龊事，你别忘了，他可是我未婚妻，你就不怕舆论吗？他是我的，懂吗？知道为什么留你到现在？不知道。回去后主动交代你的那些丑事，同意佑佑的退婚，之后离开京城。要是让我发现你的存在，你知道是什么后果？我知道。送龚少爷回去，24小时盯着他。是。有什么事呢？吃完饭再说，好吗？哎呀，我不吃，我要回学校了，在这都根本没有办法复习。佑佑，这段时间太危险了，你在家住，我还能放心一点。听话好吗？
哎呀，我不吃，你快放我下去！你不能不吃早饭。我不想吃早饭。你这么任性了？是你说了我可以任性啊。好，喝，把奶喝。确定不喝啊？哎呀，我喝。吃了那么多，是等老公喂你啊？你怎么不讲道理啊？你这人。好了，我喝。乖，爸妈，我真的不想去，小叔也不想见到我的。我告诉你啊，你小叔这次心软啊，把你饶了。今天赶紧登门给人道个歉，顺便找个机会把这误会给我解开，听见了没有？爸，小叔他会杀人的，他真的会杀人的。胡说八道一天，快点！真的，他有一个关犯人的仓库，这比监狱还恐怖啊！爸，你看看你教育出来的好儿子啊！你赶紧给我进去，听话，走！我不去，快点儿！爸，走！快走吧你！不去，走！是大爷、大夫人、大少爷来了，哎，快里边走，好，辛苦了啊！走！快走吧你！不去，走！糟了，他们一下子来了怎么办？我得赶紧回学校了，不然真的要害死你了。来就来，怕什么呀？哎呀，明面上他们还是我未来的公婆呢，再加上宫千羽也来了，万一他要是乱说你怎么办啊？这么关心我？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哎呀，把饭吃了再说。哎呀，我都火烧眉毛了，你还吃？你怕什么呀？悠悠，你出来，老公有办法的。不行，我不能害你。哎，大爷，您慢点。哎，三弟，吃早饭呢？哎呀，三弟，这家里是来客人了。是我女朋友。啊？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赶紧叫出来，让我看看弟妹啊！是啊，这是好事，三弟，说不定啊，你这好日子提上日程，赶在我们千羽前面呢。我的事就不劳大哥大嫂费心了，该带回去的时候自然会带回去。阿福，哎，招待一下客人。是，大爷大夫人，咱们这边去，去客厅喝茶。好，那我先过去啊，快点吃，等你。出来吧，胆小鬼！刚才吓死我了。你老公在你眼里就这么不能成事啊？没有，老公最厉害。悠悠，你也在啊？别怕，我在。小叔，只叫小叔，不叫小沈啊。小叔你，沈沈好。什么？这么小的声音，谁能听到？沈沈好。我先回学校了，你们聊吧。好，
文清在外面等你，下课之后我们去接你。嗯。去吧。我听外面传闻，三弟最近和程家女儿走得很近，你说他会不会有别的目的？一天净胡说，外头那些闲言碎语你也信啊？哎，三弟来了，快快快，走走走走走。大哥大嫂今日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三弟，那之前在医院是大嫂不对，我给你道个歉啊。这以后啊多提拔提拔我们千羽。大嫂道歉了，你呢？上次是我不对，我给你道歉。什么事不对？三弟，误会都是误会，你也不要太较真儿了。误会吗？不是的，是我给小叔女朋友下的药，都是我做的不好，我求小叔原谅。大哥大嫂，现在你们了解了吗？明白，都明白。等着我回去收拾你。好了，事情也说清楚了。阿福，送客。几位这边请。说，等回去再收拾你。你说你，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儿子？你说你欺负谁不好？你欺负他的女人，他这种人能放过你吗？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本来就是儿子不对，你说我三弟干嘛呀？还有你，要不是你太没用，能让那个私生子骑在我们头上说话。我怎么就嫁了你这个没用的男人？哼！快走！走。龚先生，清北学院有程家的人，估计是冲着程小姐来的，我们估计要加派人手了。还有就是，程小姐说，直说。程小姐让我转告龚先生，她这2周都不回来住了，她要考试，不想和您处在一起。没关系，保护好她。还有，各家媒体都打点好了吗？包括龚千羽的那些风流债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好。今晚回老宅，有好戏看。宝宝，今天有没有乖乖的？老公给你订的晚餐吃了吗？吃了。不信，我看看。不拍，没空。公明，你烦不烦人啊？我都说了我没空了。哎，佑佑，你别生气了，老公错了，让老公看看你。不给看，不给看，我要复习了。学习太辛苦了，要不你回来？不学了，老公养你。我才不要靠你养呢。好好好，别生气了，都听你的就是了。好啦，还有2个礼拜，2个礼拜很快的，我很快就回去了。可是2个星期不能抱着你睡觉啊，我会睡不好的，悠悠。公明怎么那么粘人啊？
我要学习了。那你叫声老公，说爱我，我就挂了。你旁边没人吗？没有啊，可以叫的。真的啊？真的没有啊？你看，你老公可从不骗人啊。那好吧，老公，我爱你。我不是，我什么都没听见。哎呀，架子可真大呀！都等了这么久，哼！老爷，3爷到了。阿明，路上堵车了，怎么才过来？是。三弟，听说你最近交对象了，怎么带回来让爸见见？是啊，三弟，我也听说了，听说好像还是清北的，是哪位老师啊？可我听到的版本是个女学生，年纪还挺小，听说跟千羽媳妇是一个学校，才10几岁。哼，三弟，好福气啊！不是你什么态度啊？爸今儿让你回来，难道不应该解释一下吗？够了，爸，我的事还是等千羽的麻烦解决了，我再向你解释吧。阿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三弟，上一次不是都说清楚了吗？还有什么没有解决的？既然要让我在所有人的面前丢脸，那我就豁出去。千羽，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千羽，三弟，你怎么能这样？我可怜的千羽，就被你这么活活逼死，逼到自杀！够了，先把人送去医院。不用送，死不了。三弟，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儿子装死吗？就是，我们公家养了一条白眼狼，说话这么尖酸刻薄。我说死不了。你，老爷，门外来了好多人，他们有的人说怀了千羽少爷的孩子，有的人说千羽少爷嫖了娼不给钱，还有的人是来要债的啊！有的人甚至说千羽少爷强奸了他们。你说什么？不可能！我儿子这么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他！爸，你要为我们做主啊！阿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不如去问问外面那些人，会知道的更清楚。爸，千万不要相信他，这个人狼子野心，他就是把千羽害死，然后自己继位。快出去！你们干嘛的？渣男！你们干什么的？我出去！这些人一下子都找上来了。不去吧！现在我到底是行还是不行了？龚千羽，你混蛋！龚千羽，你这个畜生！王八蛋！公司渣男！龚千羽，你个畜生！你活得也太狠了！怎么可以欺骗我的感情？出去！干嘛的？千羽，出去！照片，手拍就分手！爸，你快拦住他们呀！你上次的嫖娼为什么说谎？我就要跟你说话！龚千羽，给我出去！不去吧！不去吧！出来！龚千羽，别钱！这个畜渣男！别拍了！龚
千羽，我不拍了！那你畜生！不许拍！别拍！吴千羽，不许拍！这个死渣拿出来！你出来！你躲在后面！造孽！造孽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龚先生，退婚的事儿应该板上钉钉了。程家好惨，怎么跟这种垃圾有婚约呢？这种人渣，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赶快弄死他算了。程家那两口子知道了吗？知道了，这下是想不知道都难。把舆论闹得越大越好，让龚千羽彻底身败名裂。终于考完了，怎么样？放假了，准备去哪玩？还能去哪儿？去祁阳上课、演出，一件都不能落一下。悠悠，钱是赚不完的，偶尔也要让自己放松放松嘛。那么努力干嘛？我得自己交学费。悠悠，千羽的事你应该也听说了，回来吧，我们聊一聊。爸妈不会看着你嫁给这样的人。你爸妈终于想开了，是好事儿啊！我知道了，这就回去。走吧，走。爸妈，悠悠，悠悠，你总算是回来了。哎，这外边人呐，现在说咱们程家人不仗义啊。不仗义？来，先坐。最近的新闻你看了吗？看到了，都是龚千羽的丑闻。爸妈，你们终于想通了，肯为我出头了。那你一定也看见别人是怎么说咱们程家的。他们说咱们程家只会攀附权贵，一有事情肯定是会退婚保全自己。所以呢？我和你爸想了一整天，决定让你和龚千羽立刻完婚。什么？立刻完婚？什么？立刻完婚？悠悠，如果他婚后对你不好，妈妈一定支持你离婚。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你们把我当成货物一样交换，来换取你们的利益，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悠悠，爸答应你啊，到时候你想出国留学，想学你的音乐，爸都送你去啊。你们简直太让我恶心了。悠悠，你听妈说，我们先保住程家的名声行吗？以后的事情咱们慢慢解决，肯定能想到万全之策的。先生太太，那个龚家来人了。龚家谁呀？龚家三爷。那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他来干什么？告诉他家里没人。是。三爷，您不能进来，老爷说了他不在家。虎子，那这是死人啊！悠悠，到我身边来。悠悠，他让你过去你就过去啊？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听见了没有？我不。你翅膀长硬了是不是？龚总，我每次教训我女儿的时候，你总是要插上一脚，你什么意思呀？莫非你跟我女儿有什么渊源？还是
我女儿给了你什么好处啊？悠悠乖巧懂事，和我能有什么渊源？程总，你就这么不了解自己的女儿吗？我女儿清清白白的，我当然信任我女儿。既然如此，程总何必咄咄逼人？难道悠悠的那个男朋友就是他？龚总，这是我的家务事，未免你也管得太宽了吧？你给我过来！你，程总，如果你再继续出言侮辱悠悠，那就别怪我不敬。您是他的父亲。龚明，你是有本事，但她是我女儿，我告诉你，你今天绝不可能把她从我家带走。爸，我已经成年了，我可以自己做决定。悠悠，他是你未婚夫的叔叔，你是不是勾引人家了，才死活不肯嫁他？你动他一下试试！龚明啊，你到底想怎么样？让程家破产很容易，程总最好识趣一点，不然别怪我不善待我未来的老丈人。你可别在这胡说八道啊！别在这乱认亲戚啊！啊，也是。如果悠悠不认你，我们以后确实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关系。你到底跟悠悠什么关系？哼，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悠悠，跟我回家吧，好吗？我不会再让你受这种委屈了。嗯。哼，悠悠，你回来！程又一，你给我回来！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这可怎么办呢？那个公民要是报复咱们家怎么办？他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抢他侄子的未婚妻，凭什么他不身败名裂？凭什么？好，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他鱼死网破。公明，我今天考完试，我是接到我妈妈的短信我才回去的。她说：“悠悠，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在学校等着我去接你？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可是我怎么知道？陆千羽的丑闻铺天盖地的，我以为他们会替我做主，我以为他们会改变的。可是每次当我抱有希望的时候，他们都……悠悠，我会给你个温暖的家，我会把他们欠你的都补偿给你，但你要相信我，不哭好吗？公明，我不想回家了，我宁愿我没有这些家人。悠悠，我就是你的家人啊，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永远不会离开你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好吗？可是这样会不会做得太狠了？我担心他们会害你。没有什么能阻碍我们在一起的，只要你相信我。醒了，早安。早。怎么样？有老公抱着，是不是睡得更好一点？也就好了那么一点点吧。
我那混账侄子已经被告上法庭了，要蹲个几年才能出来。你做的？我只是推波助澜而已啊。那是他应得的。那现在是不是该给我个名分了？名分？我不想再当你的小叔叔了，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呢是我的爱人。我不想再当你的小叔叔了，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呢是我的爱人。会不会有点太快了？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忍了太久了。悠悠，难道连你都觉得我见不得光？当然不是。那今晚跟我回老宅，我们一起，你放心，不会有人敢有异议的。嗯。这件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哎呦，佑佑今天怎么也来了？快坐下。是不是想爷爷了？是。悠悠，我听说你跟三弟对象在一个学校，你们应该认识吧？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宣布一件事情。这么热闹的聚会，居然不邀请我呀？哼！公明抢我女儿，霸占你侄子的未婚妻，你们所有人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吧？阿明，你竟然……哎，三弟，你玩的可真花花呀！啊，怪不得你想尽一切办法把千羽给弄进去。公明，你羽化，你先把枪放下再说。对，爸，你冷静一点，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你别伤害他。悠悠，让开！让开！公明，既然你不给我们常家留活路，那就一块下地狱吧！那就一块下地狱吧！别冲动了！来人，带走！公明，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爸，我和佑佑是真心相爱的，我希望你能祝福我们。阿明，你说你这是何苦呢？我从来没有要求公家给过我什么，唯独这件事，我希望你们都能接受佑佑。是我一个人执意追求佑佑，所有的骂名我一人承担。唉，你们年轻人的事，你们自己做主吧。我也老了，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开心快乐。悠悠，以后和阿明好好的。爷爷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之前的事呢，委屈你了。悠悠，我们回家吧。嗯。悠悠，以后没有任何事能把我们分开。公明，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让我有了家的感觉，谢谢你爱我。悠悠，我爱你，永远比你爱我的多。